本赛季的 WSBK 赛场最大的黑马没有之一，就是张雪机车和德比斯这对组合。开赛以来，5战10回合比赛，稳稳拿下5个分站冠军，2次上演单战双回合全胜。谁都没想到，一家中国新车队直接把欧美、日系垄断几十年的顶级机车赛场格局彻底掀翻。这不，马上开跑的西班牙阿拉贡站比赛还没打响，整个围场火药味就已经拉满，各家车队、外媒、海外车迷口径空前一致。这一站就是本赛季真正的分水岭，要好好验一验中国赛车的真实成色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际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现在整个 WSBK 围场，除了张雪机车自己，对手们的心思很统一。前面几站夺冠，多少有赛道适配、临场状态的加持，但阿拉贡不一样，它是欧洲出了名的魔鬼考场，零容错，不偏心，车架稳不稳，刹车抗不抗造，底盘调教细不细，引擎输出稳不稳定，一圈跑下来，所有问题全都会暴露。也正因如此，海外一众车队和网友纷纷放话，张雪机车的连胜神话大概率要在阿拉贡画上句号。多家老牌车队的工程师也公开表态，外界都觉得张雪机车的杀手锏是自研3杠机的直线加速，是别人抄不走的技术壁垒。但这一战，他们要针对性补齐自己的直线短板，正面硬刚中国引擎的优势。说白了，他们的目标已经不只是拿分站冠军，而是要拆掉张雪机车的技术招牌，推翻这一路积累的赛场口碑。小编翻遍赛前各方动态发现，雅马哈已经敲定了针对性围剿战术，他们想靠着参赛车辆多的优势，准备开启多车联动压制，靠出弯卡位、直线封线打乱圈速节奏，死死按住德比斯的加速空间。熟悉比赛的都知道，张雪机车最强的地方就是出弯提速猛，直线尾速足，超车选择多。一旦被前车死死卡线，封堵路线，再强的动力储备也根本没地方发挥。这次的阿拉贡赛道全长5077米，拥有968米超长主直道，搭配17个风格各异的弯道、高速弯、重刹区。上坡路段层层衔接，对赛车综合性能的要求苛刻到极致。1号弯开局就是高强度重刹，稍有失误，整圈节奏直接崩盘。4号高速上坡弯极度考验底盘刚性，底盘稍软，车手根本不敢全力给油。16号弯更是决胜关键点，急速冲刺过后瞬间重刹入弯，刹车耐久，动力衔接稍有不足，立马就会被对手甩开。不过有意思的是，这条赛道刚好克制传统4杠车，却完美适配张雪3杠机的特性，自研的直列3缸水冷引擎，最大亮点就是低扭响应快，出弯爆发力足。9500转就能输出峰值扭矩，对比4缸赛车，它能更早完成全油门提速，在弯直衔接的路段疯狂拉开优势，别的车还在等转速爬升，动力衔接，德比斯已经一骑绝尘，这就是硬件带来的天然碾压优势。更关键的是，阿拉贡是德比斯的专属福地，也是他打破无冠魔咒的封神之地。早年驾驶海外老牌赛车参赛时，他就在这里打出无数经典对局，曾从第2名发车，和雅马哈贴身肉搏全程，最后以0.197秒极限压线夺冠；也曾从第5名逆袭突围，杀入3方混战，以0.146秒拿下季军。对别的车手来说，阿拉贡是容错极低的噩梦赛道，但对德比斯来说，这里的每一个弯、每一段直道、每一处刹车点都是刻在脑子里的节奏。而这一次最大的看点就是德比斯换了全新身份，昔日他靠国外战车封神，如今胯下是100%中国自研的张雪赛车，外媒和海外车迷的质疑点也全集中在这里。以前强是因为车强，现在换了中国赛车，神话还能不能延续？目前车手积分榜上，德比斯以147分稳居第2，和榜首雅马哈车手阿雷纳斯仅差19分。这一站的积分走势直接能左右本赛季总冠军的归属。车队榜单里，张雪机车稳居前列，作为赛场新势力，每一次出场都在刷新历史，对手赛前集体造势，全员围剿。说到底就是一句话，公平竞技赢不了，只能靠心理战和战术干扰找机会。最终究竟是老牌车队成功复仇，终极连胜，还是德比斯再添一冠，续写中国赛车传奇？本周末答案即将揭晓。就在燃油赛场不断创造奇迹的同时，
张雪机车的技术迭代也在持续发力。5月22日，张雪本人在社交平台放出重磅消息，旗下全新自研轴向磁通高性能电机正式开启第2轮台架测试。超轻体重、越级动力的参数直接打破了国产电摩的固有上限，让整个行业看到了国产高性能电摩的全新可能。这款新电机的参数放在整个国产赛道都是相当能打的存在，整机仅8公斤，直径约200毫米，体积小巧精致，却能爆发50千瓦峰值功率，换算下来足足60多匹马力。这个动力水准已经超越绝大多数 500cc 双杠燃油摩托车，重量却只有燃油车的零头。小编觉得单凭这组数据就足以打破行业多年的刻板印象，轻量化再也不等于动力拉垮。根据官方公开数据，这款电机采用前沿轴向磁通结构，功率密度达到 6.25 千瓦每千克，稳居国内同级别第1梯队。很多车友看不懂功率密度，简单说，这个数值越高，代表电机空间利用率、能量转换效率越强，能用更小体积、更轻重量输出更稳、更强的动力。这就是高端性能机车最核心、最难突破的技术门槛。轻量化的优势绝不只是账面数据好看，而是从根源解决了性能车的操控痛点。机车行业一直有个共识，簧下质量减重一点点，整车操控质感就能提升一大截。这台8公斤超轻电机能直接优化整车配重，让前后配比无限接近黄金状态。同时，小巧的机身给电池、散热、电控系统留出充足布局空间，整车设计更合理，散热更高效，动力输出更稳定，加速、过弯、高速稳定性全方位升级。我们拿行业同类产品对比，差距一目了然。此前国内头部企业推出的50千瓦高性能电机，重量达到 13.3 公斤，而张雪这款新机同等50千瓦峰值动力，重量直接压到8公斤，减重超 40%。行业一直卡在想保动力就得增重，想减重就得砍动力的两难局面。张雪团队直接跳出桎梏，把轻量化和强爆发完美兼顾。这里也要给大家避个坑，很多车友看电机只看峰值功率，但懂行的都知道，峰值只是瞬间爆发力，真正决定车辆好不好骑、耐不耐用的是持续输出、散热稳定性和极限工况表现，尤其是赛道、越野场景。单纯对峰值功率没有意义，高温衰减、动力断层都是高性能车型的致命硬伤。所以这一次第2轮台架测试，团队重点根本不是测极限速度，而是实测高负荷运转下的散热、动力持续性、抗震性和耐用度。从这套测试逻辑就能看出来，这款电机根本不是为日常代步设计，它的定位很清晰，面向赛道竞速、越野穿越、高阶玩乐，主打极致爆发、灵活操控、稳定输出。未来这款电机的落地车型大概率会搭载在轻量化越野电摩、专业赛道电摩上，超轻车身配上狂暴动力，起步弹射敢拉满，弯道跟随更灵活，高速行驶更稳，全方位碾压同级车型，精准拿捏高阶骑行玩家的需求。一直以来，国产电摩都有一个很明显的短板，大部分品牌扎堆做通勤代步，主打续航和性价比，在高性能赛道级别的玩乐车型上几乎没有能打的产品，高端市场长期被海外品牌垄断。而张雪这款新电机的出现，直接补齐了行业空白，彻底撕掉了国产电摩只会代步不会性能的标签。张雪也在测试现场直言，这套数据放在国内同类型产品里属于顶尖水准，这不是自夸，是实打实的参数实测对比结果带来的底气。从燃油赛场逆袭夺冠，打破海外技术垄断，到自研3电技术，布局高性能电摩，张雪团队始终死磕核心技术，坚持自主研发。行业里大部分品牌都是采购现成电机组装整车，走捷径赚快钱，而张雪团队坚持从底层技术研发，发动机、电机、电控系统全部自主攻坚，牢牢攥住知识产权。也正是这种死磕核心技术的态度，才让中国机车产业摆脱外资束缚，实现弯道超车。等这款高性能电机正式量产，国产电摩也将有了正面硬刚海外高端车型的底气，性能、速度、操控再也不是进口车的专属优势。小编觉得，张雪机车的双线突破，不只是一家企业的崛起，更是整个中国机车产业的蜕变。从过去跟风模仿，到如今自主领跑，燃油赛道站稳顶端，新能源赛道提前卡位，属于中国机车的黄金时代已经真的来了。
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